说起来你们可能不信，但真的有一个恐怖事件，就跟我们喜欢的卡通《木偶奇遇记》中被大鲸鱼生吞的情节一样，有个家伙居然被困在一条鱼的肚子里长达15个小时，这是怎么回事呢？这家伙是怎么摆脱鱼肚的束缚逃出来的呢？这个故事让人感到不可思议，却也让人感到毛骨悚然。到底是怎么回事呢？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。在开始之前，请帮我按赞、分享及订阅，并开启小铃铛，才不会错过更多的鉴定报告哦。各位异界搜查官们，大家好，我是一项鉴定师艾伦。今天我要来跟大家分享一则关于渔夫生还的真实故事。你有看过《木偶奇遇记》吗？那可是每个人童年回忆的经典啊。如果你觉得这部卡通是纯粹的奇幻冒险，那你可知道，这部电影里的渔夫逃生情节，竟然是真的啊！吓死人了！故事发生在1891年2月，那时，在南大西洋福克兰岛的外海上，有一艘英国的东方之星号捕鲸船，正努力的在大海中捕鲸鱼。这一天，当捕鲸船正在忙碌的工作时，突然有一只巨大的鲸鱼出现在船首只有100公尺之遥的地方。这只鲸鱼的体型异常庞大，肚皮上的白色条纹仿佛闪烁着鬼魅一般的光芒，让人感到无尽的恐惧。船长下令船员们分批乘小艇去迎战，一批水手们乘着小艇上穿梭于大海之上，身上湿透的衣服让他们感到冰冷。年轻的詹姆斯眼中闪耀着一股莫名的紧张和兴奋，他的手里握紧着捕鲸矛，而另一名经验老道的水手却神色镇静，操纵着小艇稳定的前进。当鲸鱼出现在眼前时，詹姆斯突然感到自己的心脏要跳出胸膛，但他没有犹豫，凭着经验和技巧，把捕鲸矛向着鲸鱼射出去。这一击命中要害，鲸鱼挣扎着，拼命的想要逃脱，但这条巨大的鲸鱼力大无比，翻滚着，掀起了巨浪。詹姆斯感觉自己被一股强大的力量拉扯着，眼前只有漆黑的海水和逼近的鲸鱼，他摆脱不了鲸鱼的缠绕，最终被拖入了大海的深处。而水手惊恐的看着这一切，只能无力的目送着詹姆斯的消失。紧接着整个小艇都在鲸鱼的狂暴中翻覆，等一切都归于平静，只有已经死亡的水手慢慢浮出水面，而詹姆斯却再也没有出现。东方之星号的船员们虽然惊恐害怕，并对2名水手的遭遇感到惋惜，但为了收获丰厚，他们必须处理这只巨大的抹香鲸。船长下令使用其他的小艇来拖拉鲸鱼，船员们松了一口气，这次不会再发生惨剧了。但等到他们真正开始作业，才发现自己错得离谱。这条鲸鱼远比他们预想的还要巨大得多，看起来好像整个小艇都被它吞没了一样。船员们拼尽全力，用力拉扯着鲸鱼的巨大身体，像是在拖拉一个巨石，慢慢的往船上拖来。在拖拉的过程中，鲸鱼的身体散发出的腥臭味让船员们恶心不已，但他们还是顽强的坚持着。最后，鲸鱼被拖上船，整个船面都被鲸鱼的巨大身体占据，这让船员们感到十分的震撼，他们从未见过这么大的抹香鲸。然而当他们开始处理这只鲸鱼时，他们才发现这场胜利的真正收获。在解剖这条100吨重的抹香鲸的过程中，船长发现它的胃居然还在动，这让所有人都感到诧异。船长皱起眉头，这种情形实在太不寻常了。奇怪，这条死鲸，它的胃怎么还在动？船长的话听得船上所有人都不寒而栗，他们紧紧盯着那个还在蠕动的胃，脑海中不禁浮现出各种恐怖的想象。突然，胃里面传来了一阵阵奇异的声音，似乎是有东西在里面挣扎着想要逃出来。船员们面面相觑，心中更加担忧。船长挥手示意大家小心，在令人毛骨悚然的场景中，船员们小心翼翼地开始对抹香鲸的胃进行解剖。在大家的配合下，船长终于开了个洞，一股难闻的恶臭味瞬间笼罩整个船舱。接着，他们看到了一幕让人无法置信的画面，从胃中冒出了一只手，这只手极度憔悴，犹如死去已久的尸体，但却仍在挣扎着，想要逃出那个不属于他的地方。众人看到这一幕，一时间不知该如何反应，毛骨悚然的感觉在心底翻涌着。可是当船员们看到洞口时，都惊呆了。他们看到了一双白色的人脚，然后是躯干、手臂、脸，所有的一切都从抹香鲸的胃里滑了出来。大家瞬间明白了，这个不幸的人就是詹姆斯。在看到詹姆斯的时候，所有的船员都围拢过去，他们费尽力气从鲸鱼的胃里将他拉了出来。即使失去了知觉，詹姆斯的身体仍然在微微的颤动着，证明他还有着一线生命的希望。这个奇迹般的场景，让所有的人都惊喜万分，不敢相信眼前所看到的一切。詹姆斯虽然逃脱了死亡的命运，然而他身上的伤口还在渗血，他急需治疗，最终他被送往医院，接受了医师的仔细照顾。经过2个星期的努力，终于恢复了体力。
并讲述起这个恐怖的经历。当时小艇在波涛汹涌的海面上被掀起，詹姆斯感觉自己被甩得七上八下。当他摔落回海面时，他看到了一个巨大的黑影，那是巨鲸的大口。詹姆斯不由自主地尖叫起来，可是他的声音瞬间被海浪淹没了。接下来，詹姆斯感觉到自己正在被巨鲸吞咽，他感觉到巨鲸锐利的牙齿割破了他的皮肤，全身剧痛。他被送进一条又湿又滑的管道，黑暗无边。詹姆斯开始感到呼吸急促，意识渐渐的模糊了，但是他不放弃，不停地踢打着这条管道，希望能够找到一个生路。詹姆斯回忆着，那是一片漆黑，我感到呼吸急促，渐渐失去了意识。不过，我还记得求生的本能，使我不停地踢着，希望能找到地方出去。他努力地想呼吸，但却没有空气。在这无尽的黑暗中，他感到身体渐渐地变得无力，连最基本的反应都已变得缓慢。他的眼力开始变得模糊，全身的毛发渐渐地脱落，似乎是胃液的作用。在这种绝望的情况下，詹姆斯感到自己已经无法存活下去。他无助地在黑暗中瑟缩着，试图寻找一点希望。就在他想放弃时，他忽然想起了家中的母亲，这激发了他的求生本能，开始努力踢动身体，试图逃脱。然而詹姆斯知道，这是他生命中最大的挑战之一。当他终于被鲸鱼吞咽进入胃里，他开始感到全身一阵阵的剧痛。他尝试吸气，但是胃酸和气味使他感到恶心和窒息。经过漫长的15个小时之后，终于，眼前出现光亮，奇迹出现了。船长割开了鲸鱼的胃，给了他一线生机。詹姆斯终于获得了自由，他被救出了鲸鱼的胃，幸运地活了下来。即使他全身的毛发都脱落了，眼力也几乎没有了，但他还是成功地战胜了鲸鱼的肚子，存活了下来。这个令人惊心动魄的经历成为了他余生的一个奇妙而难忘的故事。虽然这个故事和《木偶奇遇记》中一样，都有一副生还的情节，但我们应该清楚地明白，这是现实中的事件，不是虚构的故事。这个故事同时也告诉我们，人类与其他生物之间的关系非常复杂。有时候我们可能需要重新思考我们与自然界的关系，并且以更加谨慎和尊重的态度来对待这个美丽而又神秘的世界。事实上，它提醒着人们对于海洋生物的尊重和保护。捕鲸业曾经是一个非常盛行的产业，但这种产业却对许多海洋生物造成了巨大的伤害，包括鲸鱼。在这个故事中，一条大鱼将一个人吞进了肚子里，让我们意识到，人类与海洋生物之间的关系是脆弱且需要保护的。对于现代社会，保护海洋生物已经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。为了保护鲸鱼等海洋生物的生存，许多国家已经禁止了捕鲸业。此外，人们也应该对海洋生物的生存环境进行关注和保护，例如减少海洋污染和避免过度渔捞等行为。总之，这个故事提醒着我们要尊重和保护海洋生物，并且反思人类对于自然界的影响。我们应该以更加负责任和可持续的方式与自然界互动，并且努力保护地球上每一个生物的权利和生存环境。这个恐怖的经历会在詹姆斯的一生中成为一个难以忘怀的回忆，而对于我们这些听到这个故事的人，它也会成为一个难以忘记的提醒，让我们更加谨慎地面对自然界的力量。最后，我们应该感谢那个勇敢的生还者，他的故事让我们有机会重新思考，还了解我们与自然界之间的关系。听完这个故事，你有什么看法呢？欢迎在评论区里留言分享讨论。另外，各位搜查官们若收集到了一些新事证，或听闻任何新的谜团，请留言告诉我，我将尽快出具鉴定报告给各位。谢谢大家。如果你跟我一样喜欢各种神秘未解之谜、奇异事件，请帮我按赞、分享，并且订阅我的频道。我将继续为各位搜查官们鉴定各种各样的神秘事件。最后，如果不想错过我的鉴定结果，请记得开启小铃铛，才不会错过更多的谜样惊奇。祝福帮我按赞、分享及订阅的搜查官们，在这充满未知和神秘的世界中，发现自己独特的意义和目的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